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灵袄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怎样炒不发黑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制作的吧。首先准备一小段藕节完好的灵袄，用削皮刀去掉灵袄的外皮。挑选灵袄，我们要挑选这种褐色的，而且藕节上面是黑色的，这种灵袄是没有浸泡药水的。这也是卖灵袄的老板娘教我的一个小技巧，把两头两尾稍微的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成厚薄均匀的片。我个人觉得灵袄还是切厚一些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，而且我们在炒制的时候也不容易断。大约切成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再切上2刀，把灵袄切成小条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视频中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灵袄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。灵袄要想不发黑，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往灵袄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2瓶盖的白醋。接下来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没过灵袄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使灵袄和空气隔离，这样就不容易氧化变黑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，这样还可以浸泡多余的淀粉，在炒制的时候就不会黏糊糊的。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小块稍微肥一点的五花肉，我们把五花肉切成厚片，五花肉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块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再切成小条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其实肉无肉都无所谓，我们需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来炒灵袄，这样炒出来的灵袄都有肉的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盘中备用。接着简单的准备一些小料，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可以增加灵袄的蒜香味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姜丝。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，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切成小圈，吃不了太辣的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。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把香葱全部切成小段，切好放在小碗中备用。做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再加入少许的白糖，加入1大勺的生抽酱油，加入小半勺的蚝油提鲜，然后再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厨房小白。现在的灵袄也已经浸泡的差不多了，加入了食盐和白醋，灵袄一点都没有氧化变黑，还是雪白雪白的。接下来把灵袄捞出来，放在干净的清水中稍微的淘洗一下，去掉表面多余的淀粉和食盐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准备一锅开水，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食用油。接下来把灵袄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焯下水。这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因为灵袄本身可以生吃，大约煮至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把煮好的灵袄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，把灵袄过下凉，这样吃起来更加的爽脆。这样也可以抑制灵袄氧化变黑。
充分的过凉以后，我们直接捞出来，放在竹筛里面控干水分。另起锅，不要放油。接下来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五花肉炒出油脂。喜欢吃五花肉的，我们就不需要炒太干，全程开中火，大约翻炒2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五花肉也已经微微的发黄了，而且炒出了很多的油脂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姜蒜、小米椒也放在锅中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把所有的辅料炒出香味。接着把控干水分的灵药倒在锅中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把灵药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，然后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把料汁炒至化开，把灵药炒至入味。俗话说男不离酒，女不离熬，秋天也是灵药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一年当中最好吃的时候。灵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铁元素和钾元素。接下来加入切好的葱段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炒出香葱味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小炒灵药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灵药清脆爽口，不发黑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